好的，我们全球各地的投资者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那么很高兴呢，今天我们又再次见面了。那么在昨天我们讲了一节公开的一个直播课程，那么今天呢是本周的第二节，也是本月的第二节，我们频道的公开课。那么在开课之前，我们依旧照常测试下设备和声音。大家如果能够看得到阿哲这个清晰的一个画面和听到声音的话，那么可以呢回复个1，我们先把这个网络环境我们调试一下，如果一切正常，那么我们的课程就准备开始了。欢迎各位同学们来到直播间，大家好。那么昨天呢，我们是讲了有1个半小时的一个课程，那么也分析了一下目前的一个市场。那么其实市场的一个反应，在周末呢有一些消息的酝酿，在本周呢也有一些关键的一个事情的发生。本周呢有一些关键的事件，比如说在周二是吧？周二大家应该也都知道，消息面上可能有些同学呢比阿哲更加清楚。那包括呢周末的时候，像比特币等等一些数字货币呢也产生了一些异动。没有想到提前止跌的，不是美股指数啊，这是比特币。那么提前呢就在周一盘前出现了大涨。那么相信呢在本周应该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变化，至少在数字货币方面应该会有一些爆发性的行情。那么在昨天的一个市场的讲解当中，我们有讲到一些观点以及那些方法主要呢是来源于我们在上周周一到周五的一些盘前的解析内容。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大屏幕，好，那么在大屏幕当中，我们看一下昨天所讲的一些事情。昨天主要我们讲了2个点，就是纳斯达克指数，当时我们在周五的盘前，也就是2月28号，那么我们发布了一个盘前的一个解析给我们的订阅观众们。当时有讲到纳指要关注的4个点，那么我们昨天是讲了2个点2个最为关键的技术面上的要判定的点。第一个是纳指破前低是否有效，我们要观察第2天的一个 K 线的变化，有没有动能上的一个进入多头的一个反攻，以及呢第2个是纳指和标普的一个背离，就是很明显目前的纳指或者说本次的市场下跌，有很多的个股被获利兑现，而其中这个冲在前面的肯定呢是一些科技股。好，那么而标普却维持一个上行通道，一个呢已经是走为有点破坏了，有点走熊了，而另外一个呢却还是维持的一个上行通道，所以这呢是一个指数的背离。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市场打破前面低点之后，出现了一个破底方的行为，就是市场呢可能跌破第1天感觉很凶狠，但是第2天呢立马就修复了，收盘就站上去前面低点了。我们说这种行为不是一个有效的跌破，而这种不是有效的跌破，说明多方还是比较强势的。那如果多方是比较强势的，目前的位置它有可能就是一个震荡行情的下沿，震荡行情的低位。而假如这个多方能够撑得住，那么我们会去再次看好它能够继续往上的去前进，就包括前期的这些每一次的下跌，每一次的大跌，每一次呢感觉都很恐慌，每次都有大阴线大跌，是吧？那这一次呢更加凶狠一点，但其实有可能它还是在一个震荡行情的环境内，它处于一个低位所以我们目前是比较渴望出现这种行情，因为后续它的上涨空间将会比较大。好，那么特别呢是对于前期可能高位出逃、高位呢获利兑现的同学，那么这种震荡行情，假如这里真的是低位，那么再次获利的机会也就来了。这是第一点，它的破位不是有效的，这是昨天所讲到的内容。好，那么第2点，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一个市场。什么叫指数背离那么因为阿哲呢今天不想把昨天的内容再次过多的一个重述可能时间上呢也不太允许不小心得等这个时间又超太多了。今天我们尽可能在1个小时左右可以把今天的内容给大家去讲完。好，那么我们看到目前是一个纳斯达克指数，是吧？纳斯达克指数的图片它不止呢是破了前面的低点，它同时呢也把这个上行的一个趋势线也给跌破了。好，也跌破了。但是我们切换到另外一个指数上，标普，这是标普，而你会发现标普的行情走势这个位置的支撑依旧是有效的。而假如标普在这里是有效的止跌，能够出现不再破位不再下跌，那其实
请问这一根趋势线说明什么？请问这3个点说明这个趋势线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觉得有效的啊，可以回复个 yes； 如果是无效的，可以回复一个 no。就是一根趋势线的确认啊，之前我们有说过，就一个趋势线它的确认、它的产生，它需要发生什么事情？虽然阿哲呢一般是比较少画趋势线啊，是吧？少讲趋势线，但是有效的趋势线还是有很多参考价值的。就你没有必要呢，在一张图表上的画几十根趋势线啊，几十个压力支撑都画出来。但是有一些关键的行情，你是可以把重要的支撑啊画上的啊，短期的不用管。那么这一根趋势线呢是半年时长而去形成的。我们说趋势线的画法，它至少2点成一线嘛，是吧？趋势线呢正常就是有斜率的啊，2个点才能够成为一条有斜率的线嘛。好，那么这一个有斜率的线呢，它出现之后，你才能够去延伸。好，那么延伸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是说一个趋势线你画了就有用，是吧？就好像我们刚才所看到的纳斯达克指数，你画了就一定有用吗？是吧？这一个点啊，这个低点好画出来了，这根趋势线谁都会画。就2个点画一根线，小孩子都会。但画了之后，它有没有用呢？你不能说你觉得，就你觉得是没有用的，是吧？你觉得呢是有用的啊？我认为啊，我觉得那这些呢都是不对的。你应该说啊，市场怎么看？市场行为决定了你的趋势线是否是有效的。比如说之前呢，我们画了一个压力，这个压力刚画出来时呢，阿直也不确定它会不会有效。当你说啊，它碰到了1次下跌啊，碰到2次下跌，碰到3次下跌，那是不是第1次你不太确定啊，你画的线有没有用啊？第2次呢，你还不信吗？第3次又来这里，你还不信吗？那下次第4次来到这里，你应该也知道了吧？它会有压力。那包括这个线也是一样的，前面的2个点呢，只是为了成一条线，所以它必须要有2个点。但是这2个点形成之后，不代表就一定有用。因为在有用产生变化之前，一切都是你的猜想。所以市场呢，纳指在跌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有说一定的事情，就是要有支撑嘛，是吧？包括前面的高点要有支撑嘛。但你发现它这一波下跌，它都没有支撑，所以你就不要去幻想它是有效的。所以这条趋势线呢，目前是没有支撑，也没有压力啊，除非呢它这一波反弹，到这里有压力了啊，掉下来了，好，那这条趋势线呢有压力。那在此之前呢，这条趋势线都没有用啊，都是无效的。好，那么我们再看到标普，那么纳指的趋势线没有效果，那标普这条趋势线呢却产生了支撑，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所说的背离的现象啊。当然，昨天我们的背离呢讲的是前高前低，但其实它另外一种背离也有一个趋势线的背离啊，就是我们的标普是有效的产生了一个支撑在一条线上。而纳指呢产生的却并不是一个支撑，而是破位啊，所以这是一个背离的现象，说明了市场当中对于指数之间啊有不同的看法啊。有些人呢在科技股当中出货啊，有些人呢可能在标普当中去寻找个股去抄底，所以导致呢这个指数整体纳指偏弱，而标普偏强。当这种背离情况下，后续要么就是标普也创。标普呢，要么也是有效的跌破这个趋势线啊，要么呢就止跌，标普止跌，纳指呢去反抽测试趋势线的一个压力是否真的会产生啊，这是一个我们说的你要去观察的方向。所以昨天我们就讲到这2个部分啊，一个呢是价格的破位有没有用啊，有没有效啊？我们说现在破位呢是无效的啊，所以无效呢将会产生多方的反攻，会反弹。指数一旦产生了反弹，那么个股基本上也都容易产生反弹，所以这呢是一个博弈反弹买进的点，也就是上周我们周五的时候。第2个点就是背离的确认背离的产生，一般呢因为市场当中的分歧分歧之下呢，一般容易有一些变盘的高低点变盘的低点出现这是我们所说的一些2个点。那么对于这2个点，目前大家明不明白？应该没有问题吧？昨天讲得很清楚。那么今天呢，我们再稍微回顾一下，没有问题的你可以回复一个 OK 回复 OK。我们简单说一说。等一下呢，在开始今天新的内容之前，阿哲呢也会把这一个昨天我们课后
或者说课中最后安排的作业，我们去讲一下。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一波行情的下跌，你如果真的要去抄底，那么比较安全的抄底方式是什么？就是右侧的抄底。所以在高位逃顶之后，每次的下跌都是阴线，都是大阴线，那么它肯定呢不能说是一个右侧的抄底的方案，抄底的点位。那么在周五产生这根阳线，正常来讲按照正常的技术分析来讲，它也不算是一个很好的抄底点位，因为一根阳线形成不了趋势。按照趋势的角度，只要价格还在创新低，只要高点呢还没创新高，它至少呢有一个分型产生吧，有一个低点产生吧，这种叫做右侧很明确的一个止跌，但目前还是没有。但我们用到另外一些思路，可以知道这个位置是可以去博弈一个反弹一个买点的。那么这个方案呢叫做 IR 模型叫 IR 模型。我们来看一下，刚才呢阿哲调出了一个信号一个指标这呢是我们俱乐部同学应该是都有的，叫 IR 模型。那你会发现的是，在市场当中出现 IR 模型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笑脸诞生。昨天呢这个 IR 模型的条件我们也简单跟大家去讲到了，是吧？等一下呢我们会再复习一下，也看一下大家的作业，昨天找个股的时候有没有找对。阿哲昨天呢看了很多份作业这找对的人呢不算很多本来呢阿哲觉得这就是一根 K 线的一个条件应该不难没想到有很多同学呢还是没有找对，所以说明对于这个方法应该还是有一些误解，所以我们稍后呢对于作业我们再批改一下，如果是你写错了，那么记得呢这个及时的去修正。好，那么像这些位置标记了笑脸的地方，都是最近行情当中出现 IR 模型的点位。那你会发现的是，效果好像都还不错，是吧？我们昨天呢也讲到了它的一个理念它的一个原理，其实就是一些容易在散户割肉、散户卖出的点位去进行了一个买进的一个方式。它属于一种反向的交易，它反的是什么？它反的是散户的心理，反而是一个大众散户的交易点。IR 模型产生的位置，一般盘中会带有大量的散户的卖盘，或者说大部分的割肉盘，所以呢，它作为一个反向的买点。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大家所找到的作业，在个股上最近也产生很多种反向的交易点。看到这里，那么这位同学呢是完成了2份作业也或者说呢他是把他作业完成过一次，然后朱老师呢批改之后发现做的不太好，不太对，然后呢改正修正之后呢又做了一次。好，那目前大家看到图片当中图板当中2份作业，一个呢是苹果，一个呢是谷歌。好，我们先看到第一份第一份就是谷歌。好，请问大家所看到的目前图片当中这个谷歌，它标记 A 的位置，它说是一个 IR 模型它下面呢也写到一些文字，挺好的，挺认真的，很干净整洁的一份作业，阿哲看的也是比较开心很大的进步写得很漂亮很整洁好，那么大家请问这个 A 的地方它是不是 IR 模型？如果是的话，回复一个 yes， 不是的话回复一个 no。 这是他的第一份作业就是他找到了谷歌。那么谷歌当中这个位置它是不是一个 IR 模型？其实呢他把条件也写在这里了他说2号 K 线收盘要比1的收盘低，有问题吗？没有问题2的收盘是要比1的收盘低的，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3的开盘呢比2的低点要低，有问题吗？也没问题吧，我们的条件昨天就是这么讲的3然后呢它的收盘价同时就是同时3的收盘要比2的低点高，你会发现这条件都是对的。那么这样的话就构成了 IR 的买点他说呢因为距离1的高点压力有一定的距离所以他说等3突破买也行，会更好，是吧？这是 OK 的，这思路是没问题的。就假如他找到的 IR 模型买点是对的，那么这个思路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说 IR 模型出现之后直接买呢比较激进，除非当天很强势，如果不是算很强势的话呢，突破买可能会更好一点，更安全一点，你可以规避掉一些无效的弱势的多方的买点。但问题在于你把条件写出来之后你对一下，你发现好像不太对吧？1和2号 K 线下跌的是没错的，
但3号 K 线它明显是高开高走，它的开盘怎么会比2低呢？它的收盘是高了，但是开盘是没有比它低点低的，所以这里呢是不对的啊。条件你写清楚了，但找的时候没有找对啊，这个是要注意的。好，那助教老师当时呢也是跟他讲到了啊，批改了。好，那么像 B 的位置啊，刚才呢 A 的位置是错的，那 B 的位置对不对？很明显也不对。为什么？因为3号 K 线的开盘价没有比2的低点低，这是最明显一眼可以看得出来不对的地方。而后在助教老师提醒之后呢，他完成了第2份作业。那么第2份作业呢，找的是苹果。那大家告诉一下阿哲，苹果这里是不是 IR 模型？是的回复 yes， 不是的回复 no。昨天大家所找的案例呢，其实大体呢是差不多的啊，大部分找的可能是7巨头为一个方向啊，大部分找的也是呢一些比较热门个股，所以大家所找到的 IR 模型的个股买点啊差不多。来，是不是？是与不是？我们看到苹果，现在呢，阿哲把苹果打出来，那你会发现苹果有吗？有的。那现在你看啊，这是不是一个笑脸？这里是不是一个买点？是吧？所以它是啊，前面这里呢，也有一个笑脸啊，包括这个位置，包括这个位置，苹果呢从这个图表当中呢出现了4次 IR 模型，是吧？出现了4次。好，我们看一下这种强势上涨，我们说这个阳线啊，虽然它不是很好，它是仿包，我们说仿包其实不太好啊，过于强势不太好啊，但是呢，至少比弱势好吧，所以它比前面这一根是不是明显放大啊？它是一个低开高走啊，那么股价呢继续延续上涨啊，它呢也同样也后续的也突破了，也有效突破了，所以也是 OK 的。像这一个呢就比较好了，它的实体没有仿包，它没有很大的实体，整体呢不强不弱，我们说不强不弱是最好的，因为如果太强，很容易呢让别人发现这是个买点，就会买进，所以你会发现太强的买点后面反而会震荡啊，不需要看成交量，这个方法不需要看成交量啊。好，如果有方法需要看成交量的话呢，阿哲会去跟大家去讲。但是如果你说阿哲这样成交量会更好，其实也确实，但是它好呢，好的有限。比如说像这根阳线肯定是放量的嘛，那一般来说，如果买点是放量大阳，一般不太好啊，就是过于强势的买点，容易让散户反而不怕，是吧？反而呢会去买进。我们说它应该是一个反向的买点。什么叫反向的买点？就是买在别人割肉的时候，买在别人呢害怕的时候。但你会发现，它低开的地方呢，低开的不是很多，它涨又涨那么多，所以很多时候很多散户可能会去买进，会去加仓，它反而不会被吓出来。所以它不是一个很完善、很漂亮的 IR 模型，因为跟 IR 模型的理念是不太相称的。好，所以股价后面大阳之后反而会震荡，反而再洗了一下盘。好，那价格上涨回落，好，这一天就很强势了，它是个负阴线，是吧？它是个负阴线。好，而后反而出现了 IR 模型，这就很强了，这就比之前这里洗盘的力度要强很多了。先是负阴线，而后低开低走，而后它的 IR 模型呢，感觉上是一个反弹力度不强又不弱，是吧？这种 IR 模型是一个很漂亮的买点，所以这种呢是可以直接买进的。价格后续它反而在这种不太强不太弱的 IR 买点之后，反而第2天是大阳线，后续呢短线出现了连续的阳线，而后以3小顶结束，是吧？所以我们说你要理解一下 IR 模型背后的一个原理，就它是要买在恐慌的时候。什么叫恐慌的时候？它肯定不是说你当天低开直接拉一根大阳线，这个恐慌不了多久啊，看到大阳线又买进去了，那就没用啊。所以当天最好不要特别强势，但也别太弱势，你不要是一根十字星。好，那你看到这里，那这个位置呢，是不是左边呢是一根长上影线，右边呢，反而反包很强势，但反而走的不太好。这个位置其实也不能说不能买进，但是它左边是一个压力位啊，是吧？我们的 IR 模型最好是在支撑位上找买点，但你在这里是一个压力位上找买点就不太好了。压力位上呢找的是卖点，不是买点。好，股价调完一波，现在出现这一个苹果的 IR 模型，那请问了，这一个 IR 模型它是属于最好等一等啊，可以等一个股价走势突破的买点，就是如果你觉得应该等一等
等一个突破的买点的那种，你可以回复一个1。如果你觉得它是一种可以直接买的，你可以回复个2。昨天我们说过哪一种是你最好等一等，哪一种呢是直接可以买。是的，IR 也有可能是复线之后，我们等会讲一讲，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这个。昨天我们也有讲到 IR 模型和复线基本上是相反的，它完全是两个相反的一模一样，但是是相反的东西，是吧？好，那我们昨天讲到了有一个就是市场当中如果表现太弱，就是它可能呢一根阴线下跌是大阴线，然后呢它第二天的这个阳线是什么？第二天的 IR 模型是一根小阳线，是吧？是一个很明显多空力量悬殊的 K 线，那么这种呢就要等一等，你去等它突破买会更好一点是吧？因为这种模型很多时候可能会失败很多可能会失败。我们说 66.6% 的成功几率，那后续 33.3% 基本上大部分失败的都是这种，就是比较多空悬殊了或者说高位有压力的，失败的大部分是这种。那么成功的大部分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一种了，就是市场当中呢确实阴线下跌呢是有一定强度的，但是呢阳线刚好出现不强而不弱的这种走势，而刚好有一定的力度，但是呢又不至于让人当天卖出的还继续买进去，这种是比较不错的，很大概率你买进第二天能够给你利润的。好，那像这根 K 线整体来讲有点过于明显，就是它的力度过强了，很明显，虽然没有反包但太明显了图表当中呢还有一根长下影线，但当时盘中是没有的有点这种机构长单的感觉，所以呢这根 K 线就太明显了。这根 K 线的话你可以但是因为它的多头还是变强了，我们说弱的是更不好的，更强的呢一般般就不强不弱是最好的，这个呢就偏明显了一点，所以你可以分两笔，就当天呢可以做一笔相对小仓位的买进而后呢等它突破之后再加仓这是呢相对太强的一种表现的时候你可以去做的如果直接是走一个很漂亮的买点，那你可以买多一点，是吧？像苹果现在呢你可以买，但是先买一笔第二笔呢等突破之后再去加仓，最好是一个比较强势的阳线突破会更好。好，这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位同学作业没有问题，现在呢是一个 IR 模型他第一份做了当天就要尾盘要盯盘，是的，你要等它的收盘价确认确认我们在上期视频当中讲过苹果就是这个位置肯定是先搏一个反弹嘛，就是你买了一笔之后突破之后买多一笔，那你的一个交易的空间其实就是这个高点关头阴之下嘛，所以这个反弹的一个空间它不算是一个特别日内的交易它不是一个特别算日线的交易，所以呢可能更适合这个短线超短线的交易那如果说阿周我想要更大的空间，那你肯定是等它收盘突破前面的关头阴会更好但是这里呢是一个买点。好，止损的话是放在当天低点嘛，你要按照具体的来，你说阿哲我这一天买进，我止损放在这里合理吗？是吧？比如说阿哲我这一天买进，好，我的止损放在这里可以吗？好，那你说阿哲我这一天买进，我止损放在这里可以吗？大家觉得可以吗？止损放这里，如果觉得可以的回复个 OK 不行的回复个 O， 可以吗？可以还是不可以？止损和止盈很多时候是看个人风格，不是说有一个很明确的标准不能说阿哲你说这个方法呢后面会涨2个点，那我就2个点直接卖掉，是吧？那有同学说这个涨了2个点还在涨，那我拿着，那每个人风格是不一样的，是吧？那有同学说跌1个点我就要卖了，你不要跟我说跌到哪里，是吧？跌1个点我就卖，我就只能承受 1% 的亏损。那有人说我能承受 5%， 那我就等到 5% 跌破再卖，是吧？所以止损止盈呢是不一样的。你说阿哲我就用 K 线最低点，那请问这一天最低点在这里，那你说我等它跌破这里再卖吗？是吧？不一样的。但是呢差不多，你说阿哲我就不想那么复杂，想要有一个标准，那你就按照当天买进的 K 线，如果它的影线不长，就用它的最低点，是吧？用它的最低点，是吧？是 MSTR 我们在上一期视频
说过啊，它是一个买点，就 MSTR 嘛。MSTR 我们在最后的一期视频，周六发的视频当中讲过，它的一个买点是比较明确的，就是最后的那根阳线是一个买点。好，就是会比其他的会漂亮一点，特斯拉也是，昨天有讲啊，特斯拉也算。好，所以你看它的影线比较短是吧？我哪怕收盘买进，其实我的止损就是一根 K 线的范围嘛，我可以承受，是吧？没有问题。但你收盘跌破，你不要说盘中跌破去卖掉。好，那么看到这里，那你说这一天的影线太长了怎么办？那你说阿哲，我实在没有固定的止损点啊，我这个没有固定的止损点，那你就用当天的实体，所以你说收盘跌破啊，我去卖出。就不要说呢跌破最低点啊，具体呢按个股看啊，按你的风格来看。好，所以这是没有问题的。这位同学第二次做作业呢就做对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到这位同学。好，这位同学呢他把应该是美光啊 MU。好，这个个股他标记了一些我们所讲到的 IR 模型，他说这里是。好，那么我们假设这里是1，这里是2。这里是3，请问目前图表当中的美光，它这几次的 IR 模型哪次是对的？如果你觉得对，你就把评论区当中把这个序号写上；如果你觉得没有对的，就写个0。对哪个写哪个，全对呢就写1、2、3。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图表当中的它标记的 IR 模型对与或者不对。看一下，我们刚才讲的条件是什么？就这根阳线得在下跌当中出现，而后呢，它的开盘价得开在昨天最低还要低啊，它呢这样才会有一个恐慌出现的效果，是吧？比如说今天我这个买入股票了，那你说第二天如果开盘开到今天跟 K 线最低价之下，你说怎么办？你肯定会恐慌，是吧？你肯定会怕的，肯定的。当天不管是阳线阴线，第二天开盘就在最低价之下了，你当天买进的当天加仓的那一笔肯定是亏的嘛。特别如果当时已经在下跌的时候呢，已经涨了40多了嘛，昨天的那比特币大涨了嘛，主要是因为比特币大涨了嘛。好，那么股价大幅的一个低开，那你或者说低开比昨天最低价低嘛，跳空的动作，那是不是它就会有恐慌的效果？当你发现但是它恐慌不能说一直恐慌，那一直恐慌，那情绪就坏了，那可能呢就不是一个买点。所以我们要求的是它低开要低开到昨天最低价之下，它这个不够，所以不够的话呢就不算不算。好，那么我们再往后看，像他说这个是吗？这个低开呢是够了但太低开之后打得太深，是上不去了，所以也不行。你不要说阿哲后面涨了涨了也不行不对就是不对，是吧？大家注意，不对就是不对。你不要说阿哲后面涨了所以呢这里是后面跌了这里不是，那我们这个技术分析就学得太马后炮了它不是就不是好，那目前你看到这里刚才回复1的同学你要注意了，这里是不对的回复2的呢还好没有是没有吧有个同学回复了2呢也不对一个两个有2个回复了2吗2呢肯定是不对的，它要收上去3呢是没有问题的，3是没有问题的，它低开而后上来所以呢这份作业呢只有一个对所以大家注意了，我们说过你要先学首先你要先学好了很多同学呢在学习技术分析的过程当中，或者他不只是学习技术分析他可能学很多其他的其实都是一个道理，就学就是听阿哲讲，或者说像你家小孩是吧，上课听课我很多同学坐在一个班级里面同个老师教老师水平呢没有变，但是你会发现学生学的呢就参差不齐。我们说先学就是你在学的这第一步学的怎么样。那昨天有同学交上来第一份作业就做对了，是吧？有些同学呢交上来第一份作业错了，好，说了之后第二份作业是对的
啊，有的同学呢第一份作业做错了，讲了之后第二份还是错的啊，可能现在呢还是不懂，所以呢学呢第一步就已经筛选掉了很多的同学了。所以我们说先学后练啊，如果学不好，那你能不能把练的过程把它练好，是吧？你一定程度上去弥补一下啊，你这孩子在学校没有学好，那课后呢，我们说找一下补习班，是吧？课后呢把作业呢认真家长辅导一下，是吧？助教老师呢再教一教，是不是也可以弥补一下？所以先学后练，而后你再去实战啊。有些同学就阿哲，我学了你的方法，但是为什么用的效果和你不一样啊？你用呢好效果不错，而我用呢效果就不好。那你一来就把学跳到了实战，那效果能好吗？是吧？所以我们的练很重要，每节课后都要去练。所以我们每一节直播课程都会安排作业，包括今天等一下讲完之后还有一份作业，是吧？还有新的知识点的作业啊，所以你千万要注意了，每节课后的作业一定要完成。如果你发现你完不成，那肯定是学的时候有问题。如果你完成了做错了，那么绝对呢你也用不到实战当中。所以一定要注意每节课的一个作业要去完成，并且要交给助教，同时你要看一下批改的结果是对还是错。好，那么我们把这个条件给大家再放到图榜当中啊。现在比特币涨了 9.5 啊，是最高呢好像涨了10来个点啊，大幅跳空啊，有时候就这样的，出现买点之后呢，一旦错过可能就没了啊。但是看一下其他个股有没有机会吧，比特币的MSTR 的这个IR 模型可能就错过了。好，那么这个条件大家再把它记住一下，就是它得是下跌途中啊，2号 K 线的收盘价比1号 K 线的收盘价是降低的。然后呢，3的开盘比2的最低价是低的。我们刚才说了为什么，就是一个 K 线的模型它肯定有原理，你不能说阿哲有一个模型出现了啊，这个我就去学，不是，你一定要了解一下它背后所隐含的一个含义。就我们说的啊，上阳小顶为什么股价上阳小顶会滞涨，会容易下跌，容易见高点呢？就因为实体是动能啊，它的动能在减少，就容易呢下跌。好，那么为什么下跌当中出现 AI 模型容易出现低点呢？不是说100%，但是我们说6-7成的概率容易是一个反弹，只是它力度涨多涨少的问题，但是大概率呢容易是反弹，特别是在某些支撑位附近产生的 AI 模型。好，它的原理就是下跌当中一些散户的卖点，散户的卖点有时候就是机构的买点，散户的卖点有时候呢就是专业交易员的买点，是吧？散户的买点啊，有时候就是机构的卖点啊，这个呢你要去理解。所以3的开盘开到比昨天最价还低的地方，就容易产生恐慌啊，这种恐慌的情绪呢，会导致市场当中之前可能一直扛跌，一直呢这个不卖出，一直在这个死扛的人呢，可能最后的稻草被压断了，然后呢他可能就会卖出。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引发市场当中的一种多头的进场，因为空方下跌衰竭了，有的，它这个模型是在任何周期都有用的，至少原著的作者是这么说的啊。因为那个原著的作者拉瑞·威廉姆斯，我们等一下还会说一下他的其他方法，但他这个方法呢，当时原著当中写的，它不是日线啊，就是阿珍呢把它用在日线当中，但是原著的作者他当时是用在日内的啊，日内呢会出现更多，它同样呢也是短线几根 K 线之内的一个影响还是有的。但日线上的影响呢，可能就会有2-3天，你的操作空间会轻松很多。日内的话，你要盯着了，可能你说5分钟啊，就几分钟的一个波动，有时候可能都不够你手续费的。所以阿哲觉得你用到日内可以，但是呢，可能得找到很关键的支撑位才行。好，那么我们来看到这个条件，就是当天要有一个恐慌，有人割肉。那为什么要它涨起来呢？就是涨起来的原因就是它盘中已经有人开始去买进了，所以它才会上涨。就低开的时候它可能还会下打一下，就低开的时候已经把足够的人吓跑了，割肉的人跑了，那么可能之前高位逃顶的，现在呢有一些散户也开始抄底了，是吧？一些比较激进的散户抄底了，交易员呢可能做一些日内的一些机构开始买进了，所以盘中低开之后才能拉得上来，肯定要有人买才能有人去把价格抬高嘛。你说一直都是恐慌盘没有人任何的恐慌的释放完毕，那可能就一路下跌所以低开之后如果一直恐慌一直下跌，那肯定是不能抄底的
说明市场当中可能很多人没有卖，还没卖干净，所以低开之后不能说你说低开我直接买进啊，低开之后收上来是因为恐慌盘它已经被消化了啊，买盘呢大于卖盘了，那么恐慌消化之后呢，而后价格才收上来，所以我们的要求最低是收到昨天最低价之上，这是一个最低要求，就如果连这个动作都没有，那就肯定不行啊，肯定不够啊，所以至少要有一个这样的动作啊，这样的动作。好，那我们再去判断它的买方力度会不会比较强啊，比较合适啊，以及它的买盘可能比较弱，因为有些机构它不一定就真的能够抄到最低点。大追了，你说阿哲，那如果有机构有专业的投资者去买进，那为什么这种买点不是100%应该赚钱吗？那肯定不是啊。你说哪个交易员哪个机构能够买到一个地方100%能够赚钱？那肯定不是，可能当时他买进的时候，他以为恐慌盘已经差不多了，所以他买进用足够的资金去拉上来，但发现为什么有些 IR 模型是一个小 K 线啊，就是因为哪怕你花的钱比较多啊，但是他可能也拉不动，可能一直呢跟恐慌盘在对抗，所以有一些你发现当天是一个小 K 线10日新的，那可能就是资金买是买了，但是拉不动啊，所以呢恐慌盘可能还有，这种 IR 模型就容易失败，容易有风险，所以我们要等多一天，等它突破啊，这是呢我们说到的 IR 模型它的一个理念啊，作者呢为什么要去关注这种行为啊，是这样的啊，大家能够明白吗？现在呢我们再去讲了一下它里面的原理，能够明白的现在回复一个啊三个8吧，哈，大家一路发哈3个8，亚马逊是不是？等一下看一下亚马逊，我记得好像不是。亚马逊，阿哲呢，先把这个信号给删掉啊，这个信号放着，但是你们就不用看了。好，亚马逊看到这里，现在我们来把这个学以致用啊。好，现在呢，股价的走势当中，是不是走了几根 K 线啊？我们标一下，这里有这里呢有1、2、3、4，这是亚马逊啊。我们有同学问到，好，请问这个亚马逊的位置，阿哲呢就不告诉大家有还是没有，你告诉我啊，有没有 IR 模型？有的话是在哪根 K 线？如果没有，回复一个 no； 有的话，回复是哪根 K 线构成 IR 模型啊？哪个位置出现 IR？ 哪个位置出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 IR 模型？有回复4号 K 线的吗？啊，有同学回复4号 K 线，有同学回复 no 啊，刚才白讲了，白讲了。来，啊，好，你这个低点有没有低开啊？4号 K 线的同学看到这里，我们说它得要低开够一定的力度吧，它得要比昨天最低价低嘛，所以这里是低开，有没有？低开是低开了，但低开的力度不够，所以它不是。啊，所以不是这个条件就不是了。好，有同学说2号 K 线，那是吗？前面是下跌的，没问题。好，2号 K 线低开是吧？比昨天最低价低啊，没问题吧？收盘有没有收上来？收上来了，所以2号 K 线是 IR 模型。好，那我们就知道了，它是一个 IR 模型。那问题来了，这一个 IR 模型最好是直接买还是突破买？觉得应该突破买的，回复一个1。觉得应该直接买的啊，回复一个3啊，突破买的回复1，直接买的回复3。这个位置直接买还是突破买？当然你不要说啊，这后面跌了，所以这里要突破买啊。我们尽可能客观来讲，就是按照我们之前所讲的，就什么情况下可以直接买啊？什么情况下可以突破买？但其实你说阿哲，我每一个 IR 模型出现之后都突破买可以吗？都可以。就突破买呢是最为保守的，就是我不管它强还是弱，不管它漂不漂亮，我就突破买，这是最简单最保守。但问题就是有可能会买进之后没多少上涨空间了。就有同学会说，本来就是短线的模型，你晚一天买可能就少一点波动啊，所以晚点买确认性高，但是空间会变少。那么早点买呢，空间多，但是你的承受风险就会大一点啊。一个呢偏左侧，一个偏右侧，我们说过很多次了，是吧？我们说过很多次，你要明白左侧和右侧的区别。
左侧就是你可以买的早，买的低，是吧？你比别人可能赚的多一点，但问题就是左侧呢会比较早啊，早呢是它的优点啊，早呢也是它的缺点，所以左侧买进会承担更多不确定的风险，因为它还没有站稳，它还没有确认。那右侧买呢是右侧买确认了啊，右侧买呢确实安全了啊，右侧买呢确实这个明显上涨了，但是问题就是它明显上涨就是它的缺点，就是它会比较晚啊，同时呢它可能会动能结束。好，所以这个位置2号 K 线，它的实体是不是相对来讲比昨天的要短很多，是吧？短很多，它的动能上就一般般。你如果按照刺透的角度去看，因为在 K 线的图谱当中有一种经典形态叫刺透线嘛，就是股价低开高走能刺透多少，就好像负线一样，我们之前说的负线是吧？负线就是刺透线反过来，就价格呢高开低走啊，而后呢把昨天的上涨覆盖了一半以上，我们说这种就是下跌强势。那刺透也是一样的，就低开高走，你能够把昨天的下跌吃掉一半，那其实也算是强势的。那你会发现这个位置其实你不要说一半吧，这1/3都没吃，是吧？所以很明显下跌强势而上涨一般啊，上涨力度一般，而且盘中跌得太深了。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个细节，就是一般来讲 IR 模型最好不要有长下影线。为什么 IR 模型最好不要有长下影线？刚才我们讲过一个道理，就是股价的低开它是为了杀恐慌盘，是吧？就股价的低开它是为了让市场当中的恐慌盘能够释放，能够让之前的人割肉，是吧？那为什么最好不要有长下影线在 IR 模型的地方产生呢？就是因为如果一个低开它还往下跌了很多，就说明盘中的恐慌是很严重的，就说明这个点位的恐慌力度是很大的，所以市场当中在低开之后还明显的进行下探了。最好的一个 IR 模型是基本没有下影线的，或者说下影线很短的，就说明一个低开基本上它的一个风险就释放了，是吧？我们看一下之前的，像有同学说 MSTR 很漂亮，它基本上是不是有一定影线，但不是很多啊？它如果这里能更短一点就好了，是吧？它如果能够更短一半，这个影线就更好了。它有一点点，但不是很多。你看到它的分时之内，看一下分时，看下这一天价格的分时，是不是基本上开盘低开，然后往下打，是很快打一下而已啊？它就打一下子，那打一下子就涨起来了，一路就很强势了。所以这个位置刚开始的开盘下打就是一个恐慌盘开始割肉了。好，一割肉是不是直接单边上行？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左侧就是有人割肉了右边呢就是有人去托盘了，所以它是一个很漂亮的、很快结束的。然后你看到那个特斯拉，是吧？特斯拉也是一样嘛，开盘的时候很快往下跌了一下，就跌一下而已跌一下就起来了，这一边的力度是不是强很多所以一个恐慌，一个有人去买进。那你再看到亚马逊，那你说这个亚马逊能一样吗？能够明白吗？现在明白吗？就是为什么不一样？明白的同学，为什么它不要有长下影线？明白的回复一个OK， 能看出不同吗？就同样的一根 K 线同样的是 IR 模型，就同样的你的开盘呢开的低收盘呢收上来了，但是为什么有些力度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它这个下跌？你看别人跌一下子好结束了涨起来了。你看你这个跌一下，你看它是不是有上涨？就是它盘中低开之后是有起来的，但起来之后又跌破低点了。你说这一波起来是没有人买嘛？肯定有人买吧？但买了之后发现不对劲，买不上去，是吧？我们说这个恐慌盘没释放之前，有些资金可能你不能说那资金肯定买到最低点，肯定不是吧？哪个资金能够买到最低点？你机构来的都买不到最低点它的股东来的买不到最低点，还是分时内的最低点，所以肯定在低开的时候有人去买进，但是发现不对，买不动，所以呢，让恐慌盘再度的释放，让恐慌盘继续的去释放，让它自由的去落体，是吧？看一下什么时候能够释放完毕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出现了一波恐慌，是不是成交量起来了？在这里是不是又放了一波量啊？而后开始放不出来量了，是不是恐慌开始比较少了，而后起来的，是吧？所以你会发现它和其他个股就不太一样，就为什么不要有长下影线？就 AI 模型尽可能不要有很长的下影线啊！大家问的皮尔提亚不也是讲过的嘛？它也是 AI 模型嘛？它也是 AI。那你说，如果我把亚马逊和皮尔提亚，它都是一个 AI 模型放到你面前，请问你选谁？你选 A 还是选 P？是吧？你选 A 还是选 P？ 两个都是同样一根 K 线，是吧？模型是一样的，我们说表面来看都是一样的，但可能它的一些细节不一样，是不是很明显？它开盘的低开力度就够了呀，它直接大幅低开了，大幅低开，直接低开就够了，低开往下打一下，这不是够就起来了呀？所以它一开始开盘时就把恐慌盘杀的差不多了，所以市场起来了后面压力就不是很大，它不像这个亚马逊，它低开之后起不来。还往下走，还往下走，你会发现后面的量基本就没有了，没有什么大量产生，它基本上没有大量产生，没有量，说明这个上涨时没有其他人去抛了，开盘时卖的差不多了。如果你发现它上涨的时候还有一些量出现的话，那说明上涨时还有人在跑，那就可能会回落，是吧？你看到刚才的亚马逊，你再看回来什么情况下跌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一些明显的量能在放出来，是吧？刚开始上涨时呢，也有一些量放出来，让你们发现量是不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它才起得来到后面才起得来。但是因为它这个抛盘太多了，所以它整体刚开始时是比较弱的，后面才拉起来。然后你看到 MSTR， 你看一下这些不太一样的，是吧？它是不是开盘跌下来之后就直接起来了？底下的量基本上在这波上涨当中是一直在往下缩的，然后你再看到特斯拉，是吧？特斯拉也是一样的，它的上涨的时候量是一直在缩量的只是没有 MSTR 缩的那么明显，它是慢慢缩的慢慢缩的。我们再看到英伟达它也是嘛，看到这里是吧？也是一样的，你会发现开盘之后。它有跌得很凶嘛？开盘之后就跌一下子，是吧？开盘跌一下子都没跌多久，然后就起来了，是吧？所以你会发现的是，正常那些比较不错的 IR 模型它呢应该是开盘要么就是最低价要么开盘的就往下跌一会就行了它的恐慌盘释放，然后就应该快速的有那么一波明显的买进动作。如果你发现IR 模型当天它没有这种动作，它反而低开之后一直往下跌那么后面很勉强来收上来，这种多方就比较弱好的，那么现在应该更清楚了吧？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讲一下另外的一些内容了。昨天我们讲过 IR 模型最后再确认一下，大家这个 IR 模型是没问题了吧？如果没有问题最后回复3个9回复3个9。我们等一下讲一下另外的它的相反的一个东西，也是呢在后面我们要结合起来的一个大师的方案就是拉瑞威廉姆斯，他除了这一个 IR 模型之外，他其实有另外一个就是在 IR 模型之上的一个东西，就在 IR 模型之上的一个优化，这是我们等一下要去讲的。所以这个 IR 模型你要把它明白先不然的话我后面再往上加再往上面加东西，你可能就更不明白了，是吧？如果你第一层你就已经不懂了，那第二层第三层，那你可能更加不明白。我们后面还要再往上加一个东西。好，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一个附件附件的话呢，是阿哲很久之前就讲过很多次的，它呢是一个空方的信号。等突破还是需要阳 K 站上，亚马逊那个是要等到突破，就是不太标准的 IR 模型，最好等突破，比较标准、比较漂亮的，
你可以直接尝试盘中买进，或者说呢尾盘买进。好，那你看一下 IR 模型的形态是什么样的？它就是需要2根 K 线，它一根 K 线条是上涨，一根 K 线条是下跌。好，这个上涨呢，阴阳，最好是阳线，最好是绿色的啊，最好是绿色的。好，前一天的阳线被第二天的阴线所覆盖。刚才我们说过了啊，它是一个整体类似于高开低走的动作，哪怕不是高开，它最好盘中要冲高。它的特点在于啊，它的昨天有一根阳，昨天市场是上涨的，然后在第二天呢，市场还在上涨，还在创新高，是吧？还比它有新高，还盘中有上涨，但是呢，在后面在收盘的时候却出现了下跌。好，那么这样的组合就叫做负线。昨天为上涨，今天呢盘中还有上涨，但是最后回落。好，这种形态呢表明的是多方攻击受到了阻碍啊，短线呢它有一个反转的可能。它的阳线实体被阴线覆盖的越多，说明买方的力量减得越弱，反转的可能就越大。那么我们有一个最低的要求，就它要覆盖一半。它只有覆盖一半，我们说这种空方信号才足够的有力度啊，才足够的可怕。所以负线的要求就出来了。首先，昨天上涨是一根阳线。好，今天的阴线高点要有新高，而后盘中回落，收盘实体要跌破阳线实体一半，它就是负线。好，现在呢，我们把这个行情调出来。比如说我们看一下纳斯达克指数，阿哲调出负线。现在你所看到的图表当中，我把头像遮一下，像这些位置就都属于负线。我们看一下条件有没有问题啊？是吧？股价上涨，今天是一根阴线，但盘中有创新高，创完新高之后呢是回落的，是不是把阳线实体跌破一半？这都是有新高但跌破一半。都是呢有新高，是吧？有新高而后跌破一半，包括这一根肯定了有新高跌破一半，像这些位置都是纳斯达克指数负线的位置，有新高跌一半，有新高跌一半有新高跌一半，是吧？目前你所看到的有几个1、2、3、4、5、6、7。出现了7次市场当中的负线，股价出现了一个负线，说明市场当中的买方转弱，特别在上涨某些压力位出现时呢，它是一个很明确的卖出信号。那你会发现的是，买方转弱呢不一定就空方绝对会走强，因为你会发现这一波上涨是吧？这一天是负线吧，但是后面没有下跌，而后到了这个位置是负线才暴跌。好，这一天是负线吧，市场有下跌这里呢算是有效吧，下跌是吧？这一天负线，反而后面呢有低点这一天负线，股价反而还能上涨像这一天是负线价格呢出现了暴跌这一天负线，市场呢有一个震荡的调整，所以在7次的负线当中，有几次是风险，这算1次、2次3次、4次。有4次产生了调整，或者说风险出现了高点，出现了下跌7次里面有4次。那么有3次呢，市场后续反而出现了上涨而在4次风险里面有2次是暴跌，就是大跌暴跌，大幅的下跌，跳空低开。好，那目前阿哲想问一下大家，如果你的股票在上涨当中出现了负线，请问你是卖还是不卖？如果你觉得应该卖，应该减仓的回复一个1，不卖的回复一个2，就是这个问题。就好，这个模型我们简单统计了一下我们不是统计全部，但是我们统计在最近近半年接近1年左右的时间我们说这个统计一下，出现了7次，有4次是风险，3次是上涨
而在4次风险里面，2次是暴跌，有2次是暴跌，一次呢，这个暴跌刚好是在 DeepSeek 影响之前出现的，是吧？当时这个英伟达暴跌10来个点，当天大跌的时候，在周末消息出现之前，它就出现了一个负线，周五的时候出现当时我们是怎么逃过一劫的？就是用负线。所以大家注意了，负线的产生它就是一个多方走弱的现象。如果你已经是手中有利润了，你说阿哲我已经赚钱了，我最近的短线有盈利了，我赚钱了，好，这个时候出现了负线，阿哲一般建议大家就是你最好是卖掉，或者说最好呢能够止盈部分，你说不是说很多但是呢你至少要有一个动作，你说你要卖掉，就你要有一个卖的动作，你千万不要说它出来了我无动于衷，你不要说这个 K 线产生之后我不管它，你一定要知道它是什么，它是曾经呢能够在黑天鹅出现之前告诉你的一个信号，它曾经呢出现了4次都是高点，有2次呢是暴跌，所以你一定要明白的是，哪怕它出现了10次，只有1次是暴跌，那我也应该在出现的时候小心一点，何况它是出现了7次里面有4次是风险，所以一旦出现了负线，你一定要注意了特别在有利润有短线上涨的情况下，一定得是以卖出为主，而不要去加仓。好，那么解决完这个最基本的看法之外，我们再解决另外的问题，就是这3次的上涨有没有可能我能够把握得住的问题，是吧？在知道风险之后，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够利用风险。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市场当中是不是存在一种现象，就是反向的交易点，就是像 IR 模型为什么这一天买进，因为市场已经经历了暴跌，而这一天出现了大幅低开，那么我们认为很多散户要在这一天割肉，这属于最后压倒性的一个K 线一个低开，所以它属于一种反向的买点，买在散户割肉的时候。那么其实在市场当中也有出现一种现象，就是市场的砸盘资金呢出现一种明显的风险的点位，有时候可能是让散户交出筹码的一些手法。就是这一根 K 线，其实哪怕阿哲不跟你讲，你看到它时，你是不是心里也会有一些害怕？就是今天呢有一个新高，但是冲高回落，还把昨天的阳线的实体覆盖一半，是本身哪怕阿哲不跟你讲，你也知道它有点不太好，它好像有点让人害怕。所以一旦这种 K 线产生之后，正常散户卖出呢，应该也是用本能的直觉。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还有3次上涨，就是可能上涨当中呢还有上涨，后面还有空间，但是资金不可能一直让散户拿着，不可能让他的筹码成本跟我差不多，不可能让他的筹码可能就比我还低，所以他在上涨当中他肯定会有一些洗盘砸盘，要筹码的一些转换要让散户呢他的成本有所波动。你现在卖了后面呢再买进再追来都没问题，但是你现在也要慢一下，就散户呢一定要交出你手中的筹码交多少都行，反正你成本呢你要给我抬高一些你呢在这波上涨当中你要跟着我，是吧？你要一起玩，那么你不能说你比我还有优势，所以上涨当中它不可能是一直涨，它肯定会有下跌，它肯定会有调整，这就是为什么市场会有波动的原因。它不可能一路上涨，你赚钱我赚钱，那这个钱谁亏这个钱最后又怎么到机构那里，是吧？所以它肯定会有一个洗盘的过程。好，那么怎么去把握这种上涨呢？一般来讲我们需要关注一下，就是复线之后的第二天，比如说像这一天是复线，这一天呢你应该把之前的筹码有所获利兑现，有所了结。好，那么复线后我们怎么知道后面会不会上涨，会不会有上涨空间？正常来讲我们把复线后的这一天标记为 X， 标记为 XK 线或者随便的 K 线都行，你只要知道你要关注第二天，因为一个复线产生之后的第二天它有机会产生买点，这一天的高点如果被突破，
则是一个意味着之前的负线大概率为砸盘，而现在能够去买进，后面还有上涨空间的一个机会。所以第一波上涨我们应该把利润兑现，而后再次突破，我们知道还有上涨空间，你可以再去博弈后续的空间。好，比如说这一个位置负线，好，负线之后的第二天是谁？是它。高点突破之后，我们知道应该还是有上涨空间的，所以呢，你说阿哲我这里我再去买进呢也没有问题，是吧？好，这里是负线嘛，第二天是 X。X 出现高点突破，好，这一天我认为后面还有上涨空间，之前这里应该是个砸盘，应该还有上涨空间，所以我在这一天重新的去做短线是没有问题的。好，这里呢又是一个负线 ，X 是它，价格高点突破，你会发现是不是 X 被突破之后，它都会给你一点上涨的空间，这个位置突破之后，它只要不说第二天又跌回来，基本上都会有一个惯性上涨，所以价格走势怎么去把握到负线后的可能还有的空间呢？就用这种方案。好，包括这里啊，负线产生了啊，我应该干嘛？我应该卖出，我应该止盈。那你说后面会有上涨吗？我不知道，但是我看一下这一天 X， 好 ，X 大跌，好，我躲过一劫，是吧？我大部分的获利我躲过一劫。好，那高点我再看一下嘛，如果它能够被突破，那肯定是好的，那说明呢还有一些短线的利润空间能够去把握。所以这天突破，你说阿哲有缺口啊，有缺口你就再等一等，好，缺口也被吃掉了，那我说后面还有上涨空间，是不是还能够有几天的上涨？所以这是一个负线的交易逻辑，能够明白吗？清楚的啊，回复一个 Y， 有问题的也可以写在公屏上。这是一个跟 IR 模型完全反过来的一个交易逻辑。IR 模型呢是市场当中散户容易去卖出，但是它是因为恐慌而卖出，它是因为下跌时扛不住了去卖出，而后有一些人抄底，有一些人买进。我们呢做的是少数派，少数的一方，所以它是一个买点。这是 IR 模型的逻辑。那负线的逻辑呢是已经上涨了。它有两种情况，就是确实是风险，确实这个负线是风险。我们知道它这种在传统的 K 线当中叫什么？叫乌云盖顶，是吧？叫乌云盖顶，应该知道吧？如果你学过蜡烛图技术，应该知道这种现象，它其实是叫做乌云盖顶，只是呢可能它不是很标准的乌云盖顶啊，因为负线呢有一个范围，它不是完全的乌云盖顶，但是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风险，就是这第一种情况下就确实是风险，就大家呢一起跑啊，这个散户啊、机构啊都跑了。好，第二种就是它属于上涨当中的一个洗盘、一个砸盘行为啊，它后面呢还有上涨空间，它为的是你先把成本抬高，为的是让散户交出筹码，它要的是吓你，就它为了恐吓散户，所以做出的一些下跌 K 线啊，可能呢这个下跌之后还会砸一下。啊，当然这种情况下比较少啊。你说大幅下跌啊，这种是意外啊，刚好碰到了啊，这种是意外。就是你说负线之后大幅下跌，这是意外啊，刚好碰到而已。你不是说负线产生之后，后面机构会这么去砸，那很少的。那你没有消息面的配合，你不可能砸出这么的大缺口的啊。你机构再怎么砸也不可能这么砸啊。好，那么价格的跟2B 有啥区别？我们之前讲过，它就是一个小级别的2B 嘛。就是创新高失败回落嘛，它就是一个小级别的2B 嘛，就当天创新高又回落。之前我们说过啊，都不知道什么是负线，负线是另外一个称呼啊，是阿哲呢这个你就说这个阿哲这个编的吧，但是意思一样，方法一样啊，你只要记住这个方法就行了，这个名字你随便改一个都没问题。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它确实是砸盘洗盘嘛，它就是为了上涨当中不让散户太舒服。你说阿哲我又买了一个低点，就像我们换一个股票来讲，你可能会更有感觉。特斯拉，你说特斯拉之前这一波多牛啊，从低点上来，但是它是一直一路的上来嘛，它不是一路的上来的。你说这一波下跌它是一路下跌的，它没有啊，它这中间也有反弹是吧？阿哲呢也被是吧这个近期抄了2次是吧，但后面呢都没有抄好。是吧？也是止损。
那左边的上涨不也是一样吗？它不是说一路的上涨，你看下跌不会是一路的下跌，上涨不会是一路的上涨，那太舒服了吧？你说左边上涨是连续阳线上涨啊，那这个散户低位买进之后一路拿到最高点，是吧？你但凡是个看日线的散户，你稍微稳一点，是不是从低点一路拿到最高点啊？那是每个散户都翻了几倍，那可能吗？是不是它不现实？所以机构在和散户以及多方资金博弈的时候，它不可能一路的完全的单边上涨，它不现实。下跌时也是一样的，不可能完全单边下跌啊。那不就是每个散户都抄底逃顶逃顶抄底了吗？所以它肯定中间会有波动，肯定会有一些操盘，所以负线呢就会产生在一些需要砸盘、需要有所让散户获利兑现的时候。但是我们哪怕知道啊，哪怕你说阿哲有可能它是机构的一些陷阱，想让我获利兑现，那你也应该照做，因为你不可能说我拿我的利润去赌，有时候你赌错了，你白干是吧？你赌错了，你白干一周，白干一个月，那你肯定不行。所以我们不管是真是假，你就先卖掉，而后呢等一下，如果真的是砸盘，那你再买就好了。你用这种方式至少比一些散户卖掉之后不知道怎么买进要好一点啊。所以这是负线，大家要记住。好，那么如果学会负线之后，我们要接下来去讲了，这个比较容易，我们讲的快一点。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拉瑞·威廉姆斯。之前我们一直在讲他的方法，但是呢，具体的介绍呢可能没有太过于正式。那么现在我们简单做个介绍。拉瑞·威廉姆斯呢，他其实是一个应该很有名啊，应该是只要你是做期货的，或者说你有研究过他的一些短线交易的，应该是很了解他的。他的最有名的一次交易，就是他最让他广为流传的，让他这个名声大振的，就是他曾经在公众场合，在很多人呢关注的情况下，在他的一个交易记录被保存的情况下，他是用了1年时间1万做到114万，而且大部分是短线交易啊。好，那么他呢是罗宾斯杯的一个总冠军。这还不是一个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他的女儿啊，叫米歇尔·威廉姆斯，同样呢在17岁的时候也获得了罗宾斯杯的期货交易冠军啊。他一家人是吧？老爸啊是冠军，这女儿也是冠军啊。这些都是在当时比赛时都是有记录的，因为它是一个交易赛嘛，所以他的交易记录都是有保存的啊。好，那么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在比赛之前大部分时间还是没有交易的，就他没有任何交易经验的，他就是个学钢琴的，就是17岁嘛，能有多少交易经验啊？对投资基本也一窍不通。但是他的老爸就是把他的方法交给了他，然后他呢可能稍微学了一下就成功了。所以这说明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这个方法他肯定呢是有一定的成功率在那里，不然的话不可能让一个小白都能够成功。所以他这个方法这个体系是比较简单易学并且还有效的方法，所以我们知道它是一套非常成功的交易策略啊。而后呢就是只要你坚持用，或者说你确实掌握了它的一个交易买点，那么正常来讲不能说你也能成为冠军啊，但至少呢应该是比普通人要强的啊。所以它具有可复制性，并且坚持学能够学会，而且他本身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因为别人做到了，他家人也做到了。所以阿哲呢对于他的方法研究比较多，像什么 IR 模型、外包日线威廉指标阿哲基本上也都有去尝试去学习，并且效果都还不错啊，确实挺好的。好，所以这里呢也给大家去分享一下他除了 IR 模型之外另外的一套交易思路，但是呢和 IR 模型有关系。大家看到这里，这一个呢叫外包日线。好，外包日线的条件呢主要有以下的3个。第一个就是当天的最高点比前一天最高点高，然后第二个，当天的 K 线收盘价比前一天的最低价低啊。你看一下这2个条件熟不熟悉？熟不熟悉？这是什么条件？这2个条件如果达成了，它是什么 K 线？写在公屏上啊！现在写在公屏上，就这2个条件，它是什么条件？就当天的 K 线最高点比
昨天的最高点高，当天 K 线的收盘比昨天的最低点低。是不是负线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拉瑞·威廉姆斯他的方法其实也建立在一些传统经典的交易理念上，但是呢，他可能用了一些反向的思维，找到了一些当下行情现代交易当中更加高概率的一些买点。好，他这里呢用到了负线的一个条件，就是今天的价格有比昨天的高点高。我们说为什么？因为他要的是一个当天上涨，当天上涨创了昨天高点，盘中就出现了什么 K 线？出现了一根很强势的阳线。这就类似于 IR 模型一样。IR 模型呢，它的价格低点比昨天最低点低，它会创造一个什么条件？就是市场当中恐慌，很多人可能会卖出，所以这一天会有很多人可能散户可能会买进，特别是上涨时调一下，到这个位置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动作，可能很多人就追涨买进了，盘中买进了，但发现呢，结果被套住了，大部分当天亏损了所以这个方法比较好的效果是上涨回调当中，因为整体大家都是看好市场的，而后发现调到某一天的时候，突然间出现一个上涨的 K 线，盘中很强势，创了昨天新高，甚至可能是高开高走可能就会去买进了，但买完之后反而回落，而且把昨天最低价都跌破了，这个时候情绪就会发生很大的当天的一个变化，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 K 线，它也是一种负线当中最为严格的条件，把昨天的最低价都吃掉了。这不是运线，你可以说它是反包运线的话呢，得出现在这边运线是一个大包一个小，它是一个小被一个大包了。好它是一个阴包线。好，那么我们看到第三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就是和负线有一点区别了。我们刚才说了，外包日线的负线的昨天最好是上涨的，最好是阳线但是呢，它这个外包日线没有那么多要求，它哪怕昨天是下跌，哪怕是阴线都行所以这是和负线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外包日线是这个要求。好，那么另外一个你知道了外包日线和负线的区别之后，我们再看到接下来这个模型呢是阿哲这个叫做一个低点模型当然呢，如果你是之前学过的，应该听过阿哲讲过。好，它的要求，它呢也是拉瑞·威廉姆斯当中短线交易策略里面的一种，而且呢是比较严谨、比较严格的一种，它很难出现，它没有像 IR 模型那样那么容易出现。好，看到这里，它首先第一个，它得要满足外包日线的所有的条件，就这根 K 线，它得要满足所有的条件，比昨天是吧？高点创新高，低点呢跌破了。它要满足所有的外包日线的条件，而后在外包日线的这个条件之下，出现这一根 K 线，开盘比昨天阴线最低点低，同时收盘比昨天阴线的最低点高，什么 K 线写在公屏之上，这是一根什么 K 线？这又是一根什么 K 线？是不是我们说的 IR K 线的条件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把这两者联系一下？你会发现其实就是一个完全相反的动作，而后在2天内出现。先是有一个诱多，而后呢再营造恐慌的情绪。那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要加一个 IR K 线呢？你想一想，就为什么这个模型它会更加严格？为什么这种模型呢它会比 IR 模型可能更高一个层次？就因为刚才我们说过 IR 模型的逻辑是什么就是它得要下跌途中有恐慌，而后直接下打是吧？低开让人卖出，但其实这个过程你不确定有没有用就这个过程呢，它得要跌多久它得要跌到哪里，它这个低开才容易有恐慌，才容易把短线的那个恐慌盘杀出来，而且更容易杀干净。但如果它前面加一个负线就不一样了，它前面加一个外包日线就不一样了，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已经先完成了一次市场的情绪的打压，它先有一个买点是吧？它先有一个上涨。IR K 线的第2天不是要比第1天低吗？不是啊
IRK 线的第二天是收盘比第一天低啊，不是说它的一个它 IRK 线的2号 K 线是比1号 K 线收盘降低啊，外包日线它肯定收盘比前面要降低啊，它是不冲突的啊。好，那么这个位置的 K 线，它是不是已经盘中有冲高，已经有一些诱多的现象？好，诱多之后立马砸盘，当天收盘比昨天最低要低。如果前面高点下来的人看到这一天出现了上涨，是不是很开心？对啊，还砍了几天了，是吧？我好不容易砍到现在了，哎，终于有这种上涨出现了，没有看错啊！当天可能加仓了，当天可能补仓了，但你发现当天又来了一个下跌的 K 线，所以还比之前跌得更狠，还把昨天最低跌穿了，是不是又蒙受了亏损？能够明白吗？所以他又蒙受了一下亏损，他还给了他一个补仓加仓的机会。如果你是一路下跌，好，我扛着，我不卖，我就扛着，是吧？这个时候来个低开是有可能会卖掉，但如果在下跌的时候给你一个反弹买进的机会呢，是吧？上涨好，下跌，哎，盘中突然有一个很强势的上涨，是吧？你会觉得啊，回调到位了，你会觉得调到了一个低点了，有支撑，那么盘中你可能会去加仓，你甚至呢可能还会更大的仓位买进，是吧？啊，你说，哎，有一个低点更低的成本让我买。那我肯定要再买多一点，是吧？那这个时候，当边的下跌不可怕，下跌时还给你反弹加仓的下跌才是最可怕的。好，反弹一下又下跌了，当天呢更难过了，第二天再来个低开，所以你会发现这种情绪呢会比当边下跌要更加的容易让人去放弃手中筹码，它会更加容易呢心灰意冷。从高位一路下跌没有反弹，是吧？它呢最多就亏前面的上涨，但如果下跌时给你一个反弹呢，它可能就会加仓买进，以为是回调买点，而后呢再次下跌，它就会更加绝望。能够明白吗？能够明白的，你可以回复一个 yes， 回复 yes， 能够清楚吗？就为什么外包日线为什么要创个新高啊？为什么要上涨啊？为什么外包日线之后出现 IR 模型会更好？就是这样的。你下跌一路下跌不可怕，你一路下跌高位要卖的就卖了，不卖的也不会卖，是吧？你下跌就跌吧，啊，后面来个低开也不一定卖，是吧？我就套了，我就不动了。但如果下跌时给你一个希望呢，给你希望之后又2天时间给你更大的绝望呢，是吧？你补完仓之后市场就下跌了，你会发现这个股票瞬间就不喜欢了，你会瞬间觉得，我买了这个高点。是吧？我买的就是高点，好，低开我一卖，又是低点，我买在了高点，我卖在了低点，请问后面涨起来你还买吗？你连续做错了2次，那请问这里上涨还买吗？是吧？那你这里买到了高点，是吧？这里一卖到低点啊，你连续2天，连续2次方向都看错了，都看反了，请问这一天还上涨，你还会去买吗？你就不买了。但不买可能就见到低点，我们要的就是这一天你不买，并且你会卖掉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加一个 IR 模型啊 ，IR 模型。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IR 模型的话呢，如果你是俱乐部的学员，你直接打出精确低点就行，就是你直接打这个精确低点啊，1号模型就是这个啊，我们刚才所说的外包日线 IR 模型精确低点，它是不容易出现的。就是外包日线呢可能会很多，你看这个是不是外包日线啊？价格呢高点比昨天高啊，收盘呢比昨天最低点低，好，它是外包日线。外包日线的买点和附线的买点是一样的，就是突破啊。好，那么这一天是不是也是外包日线啊？突破嘛啊。好，这里呢这个位置它属于不算外包吧？这里怎么会标在这里？它标歪了吧？应该是标歪了。价格是这一天是不是比昨天的高点高啊？收盘呢比昨天最低点低啊，外包日线突破当然这里的突破之后又跌回来就风险了所以单纯的外包日线单纯的 IR 模型在上涨当中都是一样小心的我们说的最好的买点是什么？价格上涨回调的时候，一路的上涨，大幅的上涨之后，一般 IR 模型和这个外包日线效果肯定都是不如回调的时候，
以及当边下跌时IR 模型和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外包日线也是不如上涨回调的。好，怎么获得？这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学员的一个指标。阿哲的方法基本上都会给俱乐部的同学去看的这个指标。我们什么情况下可能会出现 IR 模型？就是你这个位置，你看这些其实都没有，就你看到图上没有笑脸的就没有有的话就是这样的，就是出现了一个外包日线有个笑脸的，好，它就是 IR 模型。那是不是出现了当天的外包日线，第二天就低开？那是不是很容易引发前面上涨的人去获利兑现啊？你昨天不卖，副线不卖吧，第二天低开下打，是不是容易去让它卖出？卖出之后呢，反而还有上涨，是吧？反而还有上涨。像这里也是其他的都是普通的外包日线。像这种外包之后呢，是高开高走的嘛。好像这个呢，就是外包日线之后出现了一个什么 IR 模型，是吧？一个很漂亮的 IR 模型，所以股价后面呢还有机会出现上涨。怎么加入？到时候可以先听内部课内部课上呢有一些俱乐部的一些体验课程，大家呢也可以先参加本周的一个内部课程。等一下我会告诉，如果您是新同学怎么报名的事情，等一下阿哲也会告诉大家，就是怎么去听俱乐部的课程。好，那么像我们最近所看到的英伟达精确低点，来你看英伟达其实不容易出现，就是为什么这个模型呢？它的要求更上一步，就是我们在 IR 模型之上呢又套了一层加了一个副线，加了一个条件，所以它不容易产生。你会发现像英伟达最近产生了很多次外包日线，但是它的精确低点，它的一个模型只在最近这一次出现，是吧？你会发现这是什么？这是一根阴线，阴线的高点比昨天的价格的高点要高，收盘却是跌破的，是不是一个外包日线？还记得我们刚才所说的逻辑吗？虽然说这个逻辑呢阿哲是讲了，但是当时这一天反弹呢阿哲也上当了是吧？我们当时虽然高点呢是那个卖出了，是吧？因为三阳小顶，因为假阴跌破我们确实这一波上涨能卖到一个高点，但是在下跌时我们说过单边下跌不可怕，像这个特斯拉像纳斯达克指数最近的行情单边下跌，你只要之前是有获利兑现的，你只要之前仓位不重的，单边下跌是最不可怕的，因为你不会有买点，你不会有任何波澜，它跌一天跌两天又怎么样呢？我已经卖出了，或者说我就打算不卖了，好，你跌吧，我看你跌到哪里去，好，是还好的。但问题呢就是单边下跌过程当中呢还给了一个反弹虽然说阿哲知道但是你实际交易过程当中你很难躲得过，这就是一个机构的阳谋，就反弹了你买不买吧，反弹之后第二天高开了你开不开心吧，是吧？所以这一天上涨，这一天高开阿哲当时也中招但是逻辑呢阿哲可以讲给你听就为什么会中招就是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比单边下跌更加恐怖的事情特斯拉阿哲呢没有看到任何抄底机会，是吧？但是呢你会发现英伟达就给你一个中途买进的机会买了之后第二天还高开，是吧？但高开之后呢就是外包日线好，这里为什么是外包日线？看一下因为前面这里这里是一个外包日线，外包之后的第二天嘛，我们说附线的 X 嘛，它的高点要被突破才行，它高点没被突破，所以呢这里的附线不是买点所以这里的附线不是买点。好，那像这里呢它是不是这个标记是标在 XK 线上，它又是一个 X， 它又是一个 IRK 线，所以它就是一个我们所说的比较不错的模型。出现的频率好像不大上次出现在这里，它出现的频率不大，这一次出现了，上一次出现的是在这个地方价格呢出现了高开，是吧？我们说这个你会发现单边下跌不可怕下跌时给反弹是很可怕的很多人呢可能就会在这种反弹之后的下跌之前你一路下跌我就不卖，我没事但你给个反弹，它的情绪就有波动筹码就会有变化，
是吧？下跌反弹的时候，你会觉得会不会是低点啊？你就去买进啊，买的少还好，买的多麻烦了，是吧？你这越加越惨，所以股价呢后面下跌，所以有反弹的下跌才是更可怕的啊，单边下跌反而不可怕。好，所以你看到这里，这个位置是不是一个外包 K 线？当第二天它是不是挨压？不是，外包日线不是挨压，外包日线是负线啊，外包日线是负线，外包日线呢是最为严格的负线，就它的最低价也跌破了，所以它是一个外包日线，高点创新高，收盘是比昨天最点低啊，所以它是一个外包日线。第二天是不是低开高走，收到了低点之上，所以它是一个我们所说的精确低点嘛，是一个刚才所讲到的外包日线加挨压啊，外包日线加挨压，是吧？这个挨压模型呢，整体来讲低开的有点太多，下影线太多。你看一下当天，能看得明白吗？就这一天它的走势是这样的。我们说这种属于强还是弱？就这一天的挨压属于好的还是不好的？如果你觉得是好的啊，回复一个1；不好的回复个2，就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就目前你所看到这种挨压形态在日内的表现，是吧？低开太多不是说不好，就低开多了不一定不好，但是问题是低开之后呢，它有一个向下的拉抬，就它拉上来了，但问题拉上来之后它还再跌破新低了，这是不太好的。说明什么？说明恐慌盘太多了，说明这一波的恐慌盘太多了，有人去买，但是后面发现还是买不动，所以呢，要让它继续的下跌，是不是还继续的创新低？这是不太好的。我们说 IR 模型最好是什么呢？低开之后直接是低点是最好的，就低开之后呢，略微有下影线也好啊。你说一般一点的，低开之后呢，下打之后要快速回来，是吧？后面你就一路上扬。但你会发现的是，这个当时这一天就上创下跳的，是吧？盘中开盘出现的低点还被跌破了，你会发现这里是不是出现了一个量啊？有一个量出来，这里开始，后面才慢慢的缩，量才没有出来，是吧？这里也有一个堆，但是它整体是缩的，所以这里开始恐慌才慢慢的消化，所以它呢属于恐慌盘有点多，所以市场当中我们就把这一个高点突破作为买点啊，而这一次呢可以直接作为买点，这一次的英伟达可以直接作为买点，因为它整体盘中的力度跌破之后，低点直接就到了啊，而后很强势的上涨，回落上涨，所以从短线来讲，这种挨压是直接可以买进的挨压啊，就这种挨压是直接可以买进的挨压。好，现在对于我们所讲的 IR 模型的优化啊，它属于 IR 模型的一个优化条件，就是 IR 前面出现一个外包线，两个结合起来效果会更好。但是问题就是它会比较严格，你不一定找得到啊，它不一定呢会经常出现，它比 IR 模型和单纯的外包日线要更加严格，不容易出现。